1942年，历史上的两位传奇将领沙漠之狐隆美尔和埃及之虎蒙哥马利即将在荒凉的北非沙漠上展开决战。战无不胜的德军为何会落得个折戟沉沙的下场？节节败退的英军又如何扭转战局？本期我们将通过双方将领的性格、军事谋略、武器装备，深入剖析经典的阿拉曼战役。二战之初，当德军正横扫欧洲时，作为纳粹的小弟，同时也是搞笑担当的意大利，也梦想着向北非扩张，建立一个新的罗马帝国。1940年秋，墨索里尼率领着25万大军进犯埃及，不料被3万英军揍得丢盔卸甲。随后，希特勒急忙派名将隆美尔前往北非增援。意大利这样的队友其实没什么救援价值，希特勒真正的目的是为了控制地中海的航道，以切断英国和国外的物资补给线，并进一步夺取中东的石油资源，以解决德军的燃油困境，为纳粹的战争机器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1941年2月，抵达北非还不到2天，隆美尔便率领部队发起了闪电式进攻。短短12天，他便将英军打退了800公里，并生擒了老将奥康纳，俘虏了数千名士兵。德军的制胜法宝是这款88毫米口径的高射炮，它不仅能击落空中敌机，调低炮口后还能干掉2000米外的坦克，堪称防空和反坦克的全能高手。而英军装备的是40毫米口径的反坦克炮，威力仅有德军的一半，有效射程也只有1300米。这个小短手往往还没出击，自家的坦克便被德军干掉了。瞅准这个弱点，隆美尔设计了一套巧妙的战术，先派装甲部队主动出击，再佯装撤退，接着将英军坦克引诱到高射炮的射程范围内，予以致命一击。得益于装备和战术的完美配合，德军是屡战屡胜，也成就了隆美尔沙漠之狐的传奇称号。英军的劣势不仅在于火力，坦克的质量也同样堪忧。沙漠中的沙砾本就容易破坏坦克履带，而英军由于缺乏坦克运输车，必须靠履带长途跋涉才能到达战场，这使得故障率更是居高不下。1941年11月，英军将领坎宁仅仅5天就损失了300辆坦克，其中有2/3都是履带掉落、卡壳一类的机械故障。面对节节败退的战况，丘吉尔3易其帅，但一成不变的战术并不能阻止德军的攻势。直至1942年7月，隆美尔也推进了1200公里，直逼阿拉曼。但在这关键时刻，德军却因为补给线过长，陷入了燃油短缺的困境，被迫停止进攻。在7月盛夏的日子里，交战双方就像精疲力尽的拳击手一样，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但都无力给对方致命一击。北非战役就此陷入了僵局。次月，丘吉尔亲自来北非视察部队，并将指挥官更换为了蒙哥马利。相比冒险激进、出奇制胜的隆美尔，老成持重的蒙哥马利从不打无准备之仗。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士兵们回炉重造、重新训练，同时取消了所有的撤退计划，逼着大家背水一战。而经过一路连败，英军将士已将隆美尔视为不可战胜的沙漠之狐，这种心理阴影严重影响了士气。蒙哥马利深知，要打赢这场仗，就得先打破这个心理魔咒。通过战役复盘，他发现敌人并非是不可预测的妖魔鬼怪。首先，隆美尔贪功冒进的性格，他不会选择固守防线等待补给，而是会铤而走险发动强攻。果然，英国通过最新的黑科技破译了德军情报，得知隆美尔即将进攻阿拉姆哈洛法，而他最擅长包抄战术，极可能从阿拉姆山脊的侧面绕到背后再发动突袭。因此，蒙哥马利在山脊和侧后方分别部署了一个装甲师，形成了巧妙的伏击圈。8月30号，隆美尔果然率领着装甲师试图故技重施，打一场闪电战，但行至一半时，反被英军埋伏的装甲师和空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说巧不巧，此时一场沙尘暴突然从天而降，两眼抓瞎的隆美尔不得不放弃突袭，改为正面进攻。可当他的坦克奋力爬上山顶时，才发现已经落入了英军的火力网中，最终只能仓皇撤离。在此期间，位于后方的英国装甲师却一直没有追击。事后有人指责蒙哥马利过于谨慎，错过了一个歼灭德军的良机。但蒙哥马利认为，贪功冒进只会前功尽弃，必须做足充分的准备，才能发动总攻。而阿拉姆哈勒法战役虽然没有彻底击败德军，但却打破了沙漠之狐不可战胜的神话。更重要的是，
这场胜利让英军重拾信心，为后来的决战埋下了伏笔。然而，在北非战役中，除了战略战术，上厕所也是决定双方成败的关键因素。北非沙漠的气温平均高达50度，一个鸡蛋放到战车上，30秒就能烤熟。在这样的环境中，病菌和苍蝇极易滋生。德军奉行无快不破的战术，根本没时间去研究上厕所，士兵们只能就地解决。一旦有人得了痢疾，苍蝇就会携带的病菌污染到食物和饮用水，继而在军中蔓延。在北非战役中，有高达38%的德军士兵因感染了各类疾病无法作战，就连隆美尔也未能幸免。反观英军，则实行了一套严格的卫生制度，每到一处，士兵们都要挖深坑建厕所，用木箱搭建简易的马桶，再用布遮盖在上面，以防止苍蝇传播。得益于这个秘密武器，英军的患病率仅有德军的1/3。拿破仑说过，填饱肚子才能打仗。在荒凉的沙漠中，饮水和粮食也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蒙哥马利驻扎在港口附近，随时能得到充足的水源，还能为士兵提供营养丰富的罐头牛排以及各类新鲜蔬菜，使他们保持良好的体力和战斗意志。雷厉风行的隆美尔则常常靠抢夺敌军的物资来维持军队补给，可一旦战事僵持，便会陷入困境。此次战役中，他孤军奋进上千公里，距利比亚的补给港口越来越远。补给船还频频遭到英军轰炸，平均4艘船只有1艘能到达。前线士兵只能吃硬如水泥的小饼干，或是来路不明的糟头肉，至于蔬菜更是寥寥无几。这种恶劣的饮食对德军的士气和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随着补给越来越困难，黔驴技穷的隆美尔不得不摒弃引以为傲的闪电战，转而绝壕固守。为此，他铺设了2道长达61公里的雷区，埋设了50多万枚地雷。就在隆美尔准备好与蒙哥马利展开新一轮的较量时，痢疾胃病的接连发作终于打垮了这位沙漠之虎，迫使他只能回国就医。趁此间隙，蒙哥马利集结了20万大军，准备发起总攻。他手中不仅有700辆英制坦克，还获得了美国的300辆谢尔曼坦克，其配备了3挺机枪和1门75毫米主炮，能发射高爆弹和穿甲弹，既能协助步兵作战，又能作为坦克杀手。这终于让英军有了和德军装甲师一较高下的资本。而此时的德军不仅主帅兵退，兵力也只有10万人，坦克只有500辆，整体完全处于劣势。但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如何才能让这支庞大的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调动呢？蒙哥马利另辟蹊径，找到了一个叫马斯基林的魔术师，专门为主力装甲师打造了一件新衣服。他先用木框和粗麻布搭建出卡车的轮廓，再画上窗户和车轮。乍一看还以为是灵车，但从远处看去，加上风沙的干扰，这些威猛的坦克都变成了毫不起眼的后勤车辆。随后，蒙哥马利派出一小支部队从南部吸引德军的注意，而经过伪装的主力却在北部蓄势待发。1942年10月23号傍晚，这场决定性战役拉开了序幕。蒙哥马利先是命1200门大炮猛轰德军阵地，同时在南部展开佯攻，分散德军的防守力量。主力部队则计划24小时后从北部发起总攻。在炮火的掩护下，5000名扫雷工兵开始沿着密布的雷区为主力坦克师清理出一条安全通道。尽管装备了新式电子探雷器，但由于性能不稳定，工兵们还得手持刺刀，一寸一寸地探查前路。而德军的雷区不仅有反坦克地雷，还专门布设了对付工兵的跳雷。这种阴险的武器受触碰就会弹起来，在腰部高度引爆，炸出的钢珠能在50米范围内形成致命杀伤，堪称是断子绝孙雷。工兵们必须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清理每寸土地，稍有不慎就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德军深知敌人迟早都会冲破雷区，所以他们故意在中间留下一些空白，以诱导英军进入精心设计的交叉火力网。此外，雷区延缓了敌人的进攻速度，使德军有足够的时间在敌人可能突破的地带部署兵力。这个战术果然奏效，英军坦克只能一辆跟着一辆，沿着工兵清理出来的狭窄通道缓慢前进，稍有偏离就可能触雷。前方坦克扬起的漫天沙尘更是让后续部队寸步难行。很快，大家都陷入了混乱的拥堵之中，全成了德军高射炮的活靶子。
而谢尔曼坦克因为是前置的汽油发动机，装甲也很薄，一旦被击中，往往会导致整车燃烧爆炸，为此还得了一个绰号叫打火机。最终经过1夜的苦战，英军损失惨重，没有一辆坦克能突破雷区。就在这危急时刻，战局再次出现了戏剧性转折。德军指挥官突发心脏病去世，希特勒不得不取消隆美尔的病假，命令他重回战场。第二天夜里，英军坦克仍无法突破雷区。更糟的是，隆美尔的回归使德军的士气大振，似有一股反扑之势。蒙哥马利随即调整策略，命一支澳大利亚军队从北部海岸发起新的攻势。当时受蒙哥马利深南击北的影响，德军已把主力装甲师全都集结在南部。如果此时调往北部海岸，一旦英军的主力在南部内陆发动进攻，德军将没有足够的燃料返回应战。但隆美尔最天才的地方就是他过人的军事直觉。尽管所有证据都显示英军主力在南部，但他还是一言断定北部才是英军真正的主攻方向。随后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命主力装甲师孤注一掷，火速北上。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隆美尔无论是兵力、坦克、补给都远远不如英军，在绝对的实力面前，再高明的智慧和策略都无济于事。经过8天的鏖战，英军终于攻破了隆美尔的防线。德军损失惨重，500辆坦克只剩下了12辆，被俘的士兵高达3万多人。无力回天的隆美尔最终不顾希特勒死守的命令，率部撤退。这场决战展现了2位名将截然不同的性格，一个擅长4两拨千斤，一个是喜欢千斤拨4两。隆美尔就像是唯快不破的东方不败，善于兵行险招，以其制胜。而蒙哥马利则跟郭靖一样，一招一式看似平平无奇，实则大巧不工，招招致命。正是这种稳打稳扎的战术风格，让他在后来的诺曼底登陆中被任命为地面部队的总司令。而阿拉曼战役的胜利不仅阻止了纳粹轴心国的扩张，也标志着北非战场的英军开始走向反攻阶段。这迫使德国必须分出兵力和资源来防守南欧，无形中为盟军在欧洲战场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正如丘吉尔说的，在阿拉曼战役之前我们是战无不败，但在阿拉曼战役之后我们是战无不胜。